然后还有另一个都市传说是这样，就是说你买房中古屋买在加油站旁边好不好？不是说加油方便那些它的结论是好，好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加油站你要来做加油站要特别申请很麻烦，所以那个加油站通常是一个地主一个地主，就他地主产权很清楚啦，要不然就是兄弟姐妹都喊得动人的那种，不会这样子散下去没办法整合。所以到时候加油站如果要都更要推案很快，就这样，这是一个说法。那我也知道有一个案子好像不在高雄，别的县市，它就是社区是 ㄇ 字形的，然后中间那个空地卡一个加油站这种案子都有。所以你说嫌恶设施怎么样啊？建商怎么不知道？他还是盖啦，然后市场还是买单啊。不要讲嘞，但是我看到这个有可能有几率变成火海地牌，真的是有够恐怖的代志，这个就很具象化啦。这个如果烧起来，如果爆了嫌恶设施旁的房子会跌价吗？蛋黄区是照样天价买前必看自住跟自产的风险。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会用 AI 的房仲很吃香，那你还没看过可以看一下，看他生的那个图那个生活感满满，然后吉普力风格的，很漂亮。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在嫌恶设施旁的房子会跌价吗？这次来聊嫌恶设施，原因是这样这个是我自己去拍的我自己我回台北开会的时候路过我去拍的我觉得很恐怖，真的很恐怖。来给你看，来第一张图片，就我去开会嘛，然后这个管委会贴这个公告，本身就有在看房地产，所以我加减会注意一下然后字很多啊，这个我简单念一下，就是说加油站跟住户反映本大楼有人抽烟，然后把烟蒂丢到加油口地上、住商户的阳台跟冷气机架的平台上，然后叫大家不要拿生命开玩笑。然后你听起来有没有很夸张？就是抽烟往下丢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嘛。来，这个是我去拍的我真的直接，因为他那个大楼紧邻着加油站，所以人家说加油站嫌恶设施嘛。如果你那个加油站还有柴油的话，有大车出入，有没有很吵啊？什么有没有24小时啊？台北比较少了，就是晚上还会有那个车出入不太安全。然后为什么加油站会是这个我八卦的时候认真讲你接下来要看到的这张照片是我拍的我就这样走过去，我想是什么拿生命开玩笑那么严重嘛我走过去看，真的就是绕到那个大楼的旁边而已它紧邻的加油站。我靠，这是油槽呢，你知道吗？就是说加油站不是会有他自己的油罐车来，然后把油都给它灌在那个地下，然后就从这边灌，就很恐怖对不对？来，就直接这样子楼上的住户丢烟蒂，然后丢到985签的这个油槽的口，那个口你没什么，这个口就是上面拿个咔咔给它砍来你看香烟我直接帮你圈出来，然后还有黄黄对不对？那香烟还没洗在那边烧哇林老师真恐怖然后这个大楼的照片我就不公开，我当然有拍因为那个很明显，你经过那个地方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哪里这样这金华捷运地段是你怕不怕？很恐怖对不对？还有住商混合，住商混合意思就是不像住宅般单纯会来上班嘛，那你怎么知道是住户丢的，还是那个来上班的人抽完烟之后直接往楼下丢？那如果抽完烟直接往楼下丢，监视器也不好调，火海第一排如果烧到的话，难怪他会写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假恐怖也是很瞎为什么我去拍的时候烟蒂还在？这不是应该被清掉吗？还是说这个又是新的？好，来，这样会影响房价吗？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间房子卖多少因为它楼下就有贴就拍知道是哪里你不要讲95坪9500就是台北市蛋黄区的住办，里面有人住也有办公室这样，正旁边就是加油站不是嫌恶设施第一排吗？对啊，你看有差吗？它的房价还是很高非常的高因为它屋龄的关系，它不是什么新大楼它已经屋龄有30了吧，所以你看1坪100就这样这就是蛋黄区的威能。我未看先猜，它这个地段即使你要买，银行建价也是有办法放你8成就可以蛋黄起来就是这样，无视所有不利条件，因为蛋黄就是只有那么大，大家的需求就是来拱这边那如果有缺陷，你也只能吞了。那这个也是我会建议你说，至少你的自产第一屋要尽量蹲在蛋黄区的原因。为什么？求一个败无可败，会存比较久才能上车就存没有差。然后你想要自产在蛋白蛋壳去拼涨幅的话，应该是跑到你的第2屋第3屋以后，贷款受限制你再去，反正就是不要浪费掉政府给你的首购人道走廊。最后你要知道买嫌恶设施旁边的风险。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这样子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在买这间房子的时候就不要去在乎嫌恶设施？先说结论，如果是自住的话你再考虑，因为嫌恶设施很个人你知道。例如说我之前讲过，高雄老人很喜欢买高医大旁边的房子，因为他老了不能开车了，他用玛利亚推轮椅带他去拿药，然后明明就去拿药，没有他一早就去干嘛？去吹冷气，然后跟一群老人
在那边聊天，玛利亚自己在那边聊天，吹冷气，用厕所，还有免费的水可以喝，老人就这样就好了，看医生很方便。对他们来说，此时这个医院是不是嫌恶设施？就不是嘛，很看人。同样的，你家旁边有加油站，对于你来说可能是嫌恶设施，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就觉得还好。所以对每天要开车要通勤的，他觉得很方便或者附近有那个充电站，很棒啊。当然你说会不会有人在乱丢烟蒂？我跟你讲，那都个案遇到个案就个案讨论了。我也不相信说全台湾的加油站都没有被人家乱丢任何一根烟蒂，不可能啊，我们天天在丢，这只是什么时候有烧起来，什么时候没烧而已。如果你是自住，旁边那个嫌恶设施如果会让你食不下咽或怎样的，那就要认真考虑。之前新闻不是很常出现什么我家旁边不要出现高压电塔，因为基地台电磁波致癌什么有没的，那你真的那么担心，你就不要买。我们高雄也有在变电所旁边推新案然后还卖的还不错这样。那你说那买的人图什么人家还是敢买建商还是敢推案啊？对啊，你说那个嫌恶设嫌恶到哪里去就这样。反正你会介意或你的另一半会介意，你就不要了不然你之后日子很难安宁，你就不要买在你会讨厌的嫌恶设施旁边就好。比方说医护人员他就觉得说医院附近还好，尤其是医院的供应商他们要尽快的资源要干嘛？他们当然希望是买在旁边，所以医院对有些人来讲，晚上会听哦一，对他们来讲根本就没差。他听了这个就觉得有怎样吗？这个以后我可能会用到没事就这样。嫌恶设施很看个人那当然私设公庙也有老人家觉得说这个有神明保佑，这个很好那其他自住的就觉得说不行，这个一堆8+9整天在那边有的没，然后也奇怪的人来问事出了很复杂。嫌恶设施很看个人就这样。南脱手几乎是一定的如果你附近有嫌恶设施的话，这个南脱手是怎样？就是说你可能会慢人家2-3个月才卖得掉，你还是卖掉啦卖久一点啦，因为你的买方变少，你知道。你换另一个角度想，如果你自己自售挂591第一天就有人冲过来就跟你要签约，那就表示什么？你卖便宜了，你没有赚到该赚的钱你太便宜就把它出掉了，就这样。所以我是建议你，如果你是自产的话，就算是嫌恶设施的旁边价格有便宜，你还是可以考虑的。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
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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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我要再讲一次这个加油站，真的很恐怖，现在换我看了会怕了。加油站为什么是嫌恶设施都什么大车出入油，如果有柴油的话，通常市区内的就不会放柴油了，为什么？他就不要大车进来嘛，然后就出入复杂，然后车道怎样，小孩子很危险。你听到加油站嫌恶设施，大概都在讲这个东西嘛，对不对？这次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观念还有这种事，该恐怖我去开会嘛，看到这个，然后等到开完会之后，我下来，我自己去旁边的那个加油站那边拍，结果它就是紧邻就是你加油站加完的车子拐出去就是那个道，就这么近，就是跟那个加油站的油槽就只有一个小围墙，所以上面的人真的是在阳台抽烟，烟蒂直接这样往下弹，就会掉到加油站这边，刚好是落在油槽，很危险呢，这真的很危险呢，火海第一排呢，这可能会爆炸的东西然后我去看的时候，烟蒂还在林老师这也不清一下，很恐怖真的是难怪人家说加油站嫌恶设施。因为等到它变成火海第一排的时候，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加油站嫌恶设施，但我没有想过可以这么的具体，都看到会怕。然后我在那边弄的时候，我在那边拍的时候，旁边还是有人抽烟它已经不是加油站的地，但是就是加油站的这个油槽往前走大概5步吧，就是那个大楼的柱子就有人在等人，边讲手机边抽烟就这样就在那边抽。你说恐不恐怖？如果它很恐怖的话，这加油站在那边我看也要20年了，对怎么也从来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不知道呢。反正就是很恐怖下次如果再看到一个加油站旁边的案子，我会看说那个加油站离它多近，还有这个你去做一点保护吧。你加油站你都知道这样很危险的，你要不要找个什么帆布还是盖子，平常没有的时候盖起来之类的你就这样那个人家乱丢烟蒂，来你再看一下我 po 那个照片你去看一下这个就这么精准掉在那个槽里面，然后烟蒂就还在烧出那个黄黄的印子那个就是酒吧汽油的地方。这个我看了真的是难怪人家加油站说是嫌恶设施，难怪那个公告写说不要拿生命开玩笑这真的很开玩笑，这已经不是那种抽烟让人讨厌人，这个是你是怎样在谋杀了吧？很恐怖然后那个地段真的很好然后住办混合那住办混合就是反正台湾人的习惯嘛，美国就是商业区就是商业区然后大家住都要往外走，台湾就喜欢住办混合嘛，住跟那个就都一起所以它房价会比较低，没有错也没有多低这个对高雄来说，这个价格一坪100万也是不可思议，你屋龄30几年然后旁边这个嫌恶设施真恐怖，真的是要好好处理啦，不只是那个大楼要处理，你加油站你那个什么油槽，你要不要找个盖子把它盖起来算了，这我看了都会怕。结果我想说那应该有被处理过，我走过去拍那个烟蒂还在，然后旁边就有人在抽烟真的大家都没在怕了。我就觉得说这是怎样，就走钢索，那等到有一天爆炸还是怎么样再说，是不是？真的很危险，真的很恐怖，被我发现是这个样子。但我会看现在银行建价不会考虑到这边来，你旁边加油站，旁边有槽，要是上面有住户乱丢烟蒂很危险，他不会看这种，他就会看说附近实价登录参考怎么样，我们一样建给你一样地点高蛋黄，你这样一样有8成，虽然超过台北市的豪宅线，不过它就是建价都会有到了建价有到，那超过豪宅线，这很夸张的事情，难怪人家说加油站是嫌恶设施。然后还有另一个都市传说是这样，就是说你买房中古屋买在加油站旁边好不好？不是说加油方便那些他的结论是好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加油站你要来做加油站要特别申请很麻烦，所以那个加油站通常是一个地主就他地主产权很清楚啦，然后要不然就是兄弟姐妹都喊得动人的那种，不会这样子散下去没办法整合，所以到时候加油站如果要都更要推很快，就这样，这是一个说法。那我也知道有一个案子好像不在高雄，别的县市，它就是社区是 M 字形的，然后中间那个空地卡一个加油站这种案子都有。所以你说嫌恶设施怎么样建商怎么不知道？他还是盖啦，然后市场还是买单不要讲但是我看到这个有可能有几率变成火海地排，金价
有够恐怖的代志，这个就很具象化啦。这个如果烧起来，如果爆了哦，夸张。然后再来讲另一个东西哦，有凶宅的社区是不是嫌恶设施哦？我个人觉得还好，当然那个住起来毛毛的是一回事哦，但是因为现在事故的数量真的很多啊，真的很多。你看社会新闻哦，我之前影片不是有拍，你去台湾凶宅网查，或者你下载一个 app 叫做凶宅地图嘛，还是事故地图，上面都会写，真的很多啊。那你会因为说200-300户的社区出了一户凶宅，我就不买了？不会嘛，我们要嘛就不要买到他那一栋。如果是他那一栋，他不要买那他的隔壁或是上面或是下面，大概也就这样了。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故只会越来越多而已，所以遇到就还好，你不要去，除非你艺高人胆大，你知道怎么去做凶宅，你直接去买那一户，否则应该大家都还好啦。像我们高雄美术馆也有啊，知名的案件然后那个社区到现在还卖，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就是那一栋或是那一户隔壁它的其他旁边都还好，真的是都还好。然后还有那个殡仪馆旁边的房子这个就要讲板桥了，不是新海桥下来那一圈都是吗？我想殡仪馆它有一个现象，就是它非常的在地的意思是说殡仪馆就在那嘛，所以他就不会搬嘛，他去搬到哪里人家欢迎他所以他就会在那边20-30年30-40年那个从业人员都在那边，几乎都在那边，所以你要是买在殡仪馆旁边的房子，像以板桥来说的话，就四少艺文特区那一带其实也还好啊。你真的看，不是说你要去害怕那个殡仪馆而是说你如果买下去会跟你接手那边的大概就是殡葬业相关从业人员，大概就是这样他们很有钱，好不好？他们很有钱他们也很苦恼，说附近都没有盖新的房子让他们买，想住新房子，所以 OK 啊那殡仪馆旁边的房子，看你自己的剧本。如果你自己就是从业人员，你也是买在那里啊，离工作的地方近啊，这有什么不好？那如果你是要自产的话，我个人认为可以。为什么？它有稳定的买盘，而且它跟重大建设跟那个什么股票经济都没有关系它一个殡仪馆，你看附近从业人员有多少人？大概几千几万有那大家都在附近上班，你附近的房子就是那个职业那个行业的人会买，因为其他人都会说那殡仪馆附近就从业人员他们觉得没差而已，然后他们那些中小企业老板其实赚钱很凶啦那没有什么问题反正就这样。下次你再去看其他案子你发现旁边有那个加油站的，你试试看你看看你去判断弹烟蒂会不会弹到加油站，如果会那再考虑如果不会的话，那倒是没什么关系啦，我觉得。而且现在就像我说的，我也是后来去问才知道他不让大车进来，他就不放柴油，就是你车子来这个加油站没办法加到柴油，那你就要去别的地方比较远的加油站，对啊，这也是一个管理的方式就这样。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大楼弹烟蒂这件事情，我觉得太恐怖了，这个根本柯南的剧情他要害谁，他要怎样，他只要做这个动作就好，超级简单，就火海第一排。